英伟达2025年的 GTC 大会看似平淡，但是魔鬼和惊喜都藏在细节中。Welcome to GTC。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硅谷101，我是陈倩。2025年的英伟达 GTC 大会，我们也受邀去到了现场。在3月18号的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的演讲中，看似没有什么新的信息，他发布的各项更新，包括芯片路线图，在此前呢已经被市场预期消化，很多梗啊也都是老梗了，包括最后出场的与迪士尼合作的机器人 Blue 也已经在去年登台过。对英伟达这次的 keynote 反应比较平，大家可能对做硬件的期望太高了。那在本次 GTC 之前啊，英伟达股价就已经承压多时，华尔街对接下来 AI 芯片需求的可持续性存在怀疑。而在整场演讲当中，黄仁勋也试图打消外界的疑虑，但是在当天英伟达股价依然下跌 3.3%。那我刚听完黄仁勋的 keynote 演讲之后呢，第一反应也是觉得好像不如去年那么震撼和精彩哈。演讲中间的 PPT 和流程还出现了各种的小错误，让整个演讲不如去年那么完美。 Thank you。但是结束之后呢，我跟一些机构投资人和芯片从业者深聊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对英伟达的发展路线和布局呢还是非常看好的，继续和竞争对手呢是甩开差距。虽然在宏观层面上，股价确实在近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承压。它出了这个 Dynamo， 其实就相当于是在大模型 AI 领域又再造了一个库的。所以英伟达其实是越做越广啊，把很多的这个软件都做得更通用了。我没有感受到去特别明显的放缓。那这期视频呢，我们就来和嘉宾们一起聊聊 GTC 上的观察，以及呢试图来回答以下的这些问题啊。一、英伟达如何继续扩宽它的护城河？二、在 AI 市场迈入推理 inferencing 阶段，英伟达还能是市场上独占鳌头的赢家吗？ AMD Groq 还有 ASIC 芯片，还有谷歌的 TPU 等等玩家还有机会翻盘吗？第三，英伟达如何布局全市场生态，让所谓的每个人都成为赢家呢？第四啊，对于目前承压的股价，英伟达的下一步是什么？是机器人还是量子计算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试图探索一下这些关键的问题。同时呢，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你们的点赞、留言和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首先，我们来聊聊第一个问题，也是黄仁勋在 keynote 演讲当中数次强调的核心观点：英伟达不是单张 GPU 芯片的趋势，而是所谓的 scale up and scale out 更宏观的趋势。 There's no replacement for scaling up before you scale out. Both are important, but you want to scale up first before you scale out. While scaling up is incredibly hard, there is no simple answer for it. 黄仁勋说的 scale up 指的是纵向扩展，也就是通过 NVLink 通信互联技术呢，将单个系统的功能推到极致。而 scale out 指的是横向扩展，也就是说将数据中心的巨大算力集群呢，通过这次发布的硅光技术、CPU 交换机等革命性的技术更新呢，来实现进一步快速的扩张和提效。而在 AI 迈入推理时代，而对算力愈加渴望之际，英伟达的纵向和横向扩展呢，将打造新一代 AI 强大的算力生态和架构，这就是黄仁勋想讲的新故事。老黄在几年前，他其实也在反复强调这个概念，就是说以后计算单元不是 GPU， 甚至不是服务器，而是一整个数据中心是它的一个计算单元。就这个其实是 Jensen 一直在试图去推动的这么一个方向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分开来说说 scale up 和 scale out 这两个升级的点哈。首先来说一下 scale up， 也就是纵向扩展，这就要讲到黄仁勋公布的之后几代芯片的路线图了。那么在 keynote 当中，黄仁勋给出了非常清晰的英伟达长期路线图，包括从当前的 Blackwell 到未来的 Blackwell Ultra、Vera Rubin Ultra， 最终到2028年的Feynman架构。其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代更新的芯片架构名字最后的数字呢，这代表的是 GPU 的芯片数量，而每一个架构呢，代表的是一个机架的整体性能。而这个新命名方式呢，也是强调了我们之前说的黄仁勋想要强调的叙事呢，已经从单个的 GPU 变成了数据中心的整体算力集群系统。所以我们看到2025年下半年出货的 Blackwell Ultra NVL72 连接了72块 Blackwell Ultra GPU， 它的性能提升是前一代 GB200 的 1.5 倍。
这里要注意一下，黄仁勋在 Keynote 当中又是重新的定义了皇室算法从 Rubin 开始呢 GPU 的数量是根据封装中的 GPU 数量，而不是封装数量来计算的。所以按照新的定义 Blackwell Ultra NVL72 算是有144个 GPU。之后以天文学家 Vera Rubin 命名的第一代 GPU 呢，将于2026年的下半年推出。Vera Rubin NVLink 144的性能呢，将是 Blackwell Ultra NVL72 的 3.3 倍。而在 Vera Rubin 之后呢，英伟达预计下一代 Rubin Ultra NVL576 呢，将会在2027年的下半年推出，其性能将是 Blackwell Ultra NVL72 的14倍。那再之后呢 ，Rubin 之后的架构代号称之为 Feynman， 以理论物理学家 Richard Feynman 命名。那这个呢，就是2028年之后的故事了。芯片从业人士告诉我们英伟达的路线图和性能提升幅度呢，并没有出乎外界的预期范围 ，nothing fancy。但是黄仁勋传达出来的信号呢，依然是非常积极的，这就是英伟达正在以及在未来几年都会稳健的给客户交付更好性能的产品。其实，在我们芯片行业，以英伟达这样的节奏发布产品，已经是非常的执行力非常强了。其实一般的芯片公司，其实它的产品跟产品之间，芯片可能需要2年出来，然后产品再加上软件，可能就是3到4年才可能出下一代芯片，芯片和系统。所以英伟达的这个节奏已经非常厉害，但是呢，其实也对公众就会有一个很高的期望就如果它在每一代产品中间，比如说出现了一些量产的问题、发热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其实是很正常的。包括去年年底的时候，大家提到的 Blackwell 出现这种发热散热的问题和良率的问题，大家市场反应是非常的强烈在股市上。但是对我们这个行业人士来说，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其实就可以重新再mask tape out 再重新再修正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其实对于做芯片的这个它芯片其实不跟软件一样其实它这个出现一些问题都是非常正常。所以我觉得不管从产品的规划、产品的定义，然后到产品的就最后落地执行，其实都是非常稳健，然后领先其他对手的一个。但是如果把这个刚才咱们抛开了这个投资人的预期这个加进来的话，我觉得可能说就是对比预期的话是没有惊喜也没有意外。那这就是黄仁勋所说的 scale up 的部分，也就是嘉宾口中的与预期相同没有惊喜的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让大家惊喜的部分，也就是 scale out 横向扩展的布局。It is completely built with this incredible process technology at TSMC that we've been working with for some time. And we partnered with just a giant ecosystem of technology providers to invent what I'm about to show you. This is really crazy technology, crazy technology. 最能表现黄仁勋对规模扩展的野心的是采用集成的微光技术的 NVIDIA 光电一体封装交换机的宣布，简称 CPO， 是英文 Co-Packaged Optics 的缩写。Oh, mother of God. 那虽然老黄在演讲中展示的时候这些黄色的线被缠在了一起，弄了好久才弄开，但是也是挺有话题度的，让大家对这几根线更加的好奇了。你可能就要问了，这几根线是怎么运作的？如何能让英伟达的 data center 来 scale out 横向扩展呢？现在所有的 Blackwell 的这些机器，它其实是用铜，就是还是基于铜的互联 copper 的，然后后面长向光的互联。按照英伟达的说法 CPU 交换机的创新技术将插拔式的光模块替换为与 ASIC 一体化封装的硅光器件，与传统网络相比，可将现有能效提高 3.5 倍，网络可靠性提高10倍，部署时间缩短 1.3 倍，这就是说这能极大程度增强英伟达数据中心的互联性能。而这对于实现未来100万级 GPU 的 AI 工厂的大规模部署来说至关重要。OpenAI 去年做4O 的时候，4O 之后训练它经常会训飞了，因为它那个时候的 Frontier Model 已经基本穷尽了大部分的数据，所以它训练失败的次数很多。GPT-5 的训练失败次数也非常多，次数多了以后，你要做大量的实验，做大量的实验的时候，你需要每次实验的时间足够短，你不能说我一个实验丢出去2个礼拜没消息，这是不能忍受的。那怎么样缩短时间，就是提高通讯的速度。而除了速度快之外呢 CPU 交换机呢也能在能耗和价格上带来很多的成本节省。
我们带大家去 GTC 现场来看看英伟达展示的 CPU 实物，来看看具体是如何运作的。This is the new thing that Jensen was talking about during the keynote. This is our Quantum X Photonics switch. This is the ASIC. This ASIC is here on this switch. Now, what's really important here is tha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ve been able to do CPO, co-packaged optics, silicon photonics right there. So instead of having what you see here is a transceiver, it's going to connect anyways to this NIC, but now on the switch, you're actually just going right into the plug. You're no longer going to need a transceiver. And without having a transceiver, you do two things. You reduce costs, because these are fairly expensive. You reduce power because these take up about 30 to 33 watts of power. So we've been able to go from pluggable, where the optics all are here on the switch silicon, and be able to reduce that power from 30 to 9 watts. 我们的采访嘉宾认为啊，训练侧客户在意的是时间，推理侧客户在意的是成本，而 CPU 技术能够将两种需求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效率提高。你其实只有一个芯片，它造得很厉害是没有用的。因为本质原因是我们现在要做推理要做训练都是集群嘛，几万个卡在一起，那 Groq 可能就一下就20万个卡一起训练，对吧？那这个时候其实它怎么能让几万个芯片10万个芯片它能高效的协同运作，这个很重要。那这个互联领域英伟达又再一次的领先了全球，因为比如说它有 CPO 机柜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新的花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长线来看，就是推理集群这一块英伟达的这个长线的优势也是更明显的。 When you're doing inferencing, absolutely you need a lot of compute, and as we've seen with inference, you're going to need a lot more than people were expecting beforehand. So having networking being as high bandwidth, as much performance as you can push out per port with very little latency, and by taking away the transceiver, you also help do that. Then reduce the power. That's why it's so big for us right now. All those things matter to our customers. 但是呢，关于 CPU 啊，我在采访期间还挖出来一点点的小八卦。这个八卦听上去可能会比较技术啊，但是呢还是挺好玩的。我建议大家不要跳过接下来这一段，来感受一下啊，光学发展中水还是很深的啊，有很多故事。那黄仁勋在 Keynote 期间说 CPU 是他们发明的。 This is the amazing thing that we did. We invented the world's first MRM micromirror, and this is what it looks like. 但其实啊，光学工程师们可能会有那么一丢丢不同的意见。我们采访了非常早期研究和从事硅光技术 CPU 的研究者和业内从业者，他们告诉我呢 ，CPU 这个技术呢，从2000年左右在业界就已经开始在研究了。最开始主导这个技术的呢是英特尔。我们提出来的这个所谓的，当时还不叫 co-packaged optics， 叫做 monolithic integrated photonic IC。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呢？当时有一家公司叫英特尔，然后英特尔对一件事情很感兴趣，叫 big data。这位资深的光学研究者告诉我们，英特尔是20年前的硅光子学最大的研究支持机构。主要呢是因为大数据业务的驱动，而之后发展出来的 CPU 技术呢，最早是为了解决光电系统短距离通信开始研发的，也是光纤通信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在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除了英特尔，其他小型一点的企业呢，也在尝试研发这项技术。但是呢，硅光子学技术的研发非常的耗钱耗力啊，首先要有市场需求，才能够倒逼技术研发。最开始的时候 ，co-packaged optics 的应用是 big data， 就是数据中心之间的通信，你不需要那么高的码率，100G 之内都不需要这个 co-packaged optics。100G 是2012年，2012年发生什么事情呢？2012年 Spark 和 Apache 出现了，而且2012年的时候是 Snowflake 刚刚开始快速发展的这一年。这一年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个数据库已经开始上云了，这就意味着大量数据存在一个地方，读取和使用在另外一个地方，你需要做 query， 那数据的移动就变得非常非常复杂，那个量也变得非常非常大。这个时候你 100G 的数据中心之间的沟通已经不够用了，所以那个时候从2012年就开始 Google 就开始提 400G， 然后很快到疫情之前就到了 800G。现在同样这么大的 connector 要做800G 会怎么样呢？你的里面的集成度要高很多。当集成度高上去了以后呢，这个光纤系统设计就非常复杂。你比如说功耗怎么办 ，alignment 的问题怎么办，这都非常大的问题。然后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你的良率基本上是0，每一代都是这样，从100到200、200到400、400到800都是0，一出来都是0。然后你的那个研发基本上就是5个亿往上走，它的研发是非常贵的。
那以前的话没有新的应用就不会有研发，现在有了新的应用，数据仓库出现了以后就有研发。400到800G 的时候，你看 Meta 和 Google 那些报告，他们已经开始广泛的使用 PIP 和 POP 这两个词，就是 package on package 和 package in package， 其实跟今天的 co-package 基本上概念应该很接近了。而为什么硅光子技术的良率会这么的低，需要花费的研发费用这么的高呢？我们再请 Kathy 来跟我们科普一下。我们人的头发的尺寸大概是一个 0.01 mm square， 已经是一个非常小的尺寸了。但是在现实使用的这个 Silicon Photonics Engine 硅光光子引擎里面呢，这个实际的 Micro Ring Resonator 的尺寸比人的头发还要再小10倍，是个非常非常小的尺寸。在制作的时候，哪怕是用现在的非常这个先进的工艺的时候，也会很容易造成就是纳米级别的误差，而1纳米级别的误差呢，就会使得这个通过的光的波长有所误差，所以稍微一个不留神，一个小小的失误就会导致本来该通过的光完全彻底通不过。除此之外呢，我们需要很好的加工精度的控制，这个加工精度要精细到纳米级别，要到1个纳米精度的级别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另外温度的控制呢，使得每一个 Ring Resonator 它都需要它有自己的一个 heating pad， 然后 heating pad 连上一个精密的一个有 feedback 的温度调控，而同时温度调控又是一个时间的参数，你这边光在以非常快的速度，比如说50G 赫兹的速度在通过速度，但是这边温度的调控非常的慢，所以需要一个非常精确非常智能的温度控制系统，而且对于每一个小的这个 Micro Resonator 它都需要去这样的调控。可以想象在整个一个 package 里面有这么多的激光器，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温度调控的一个算法的存在性的必要。然后这一切加起来呢，就导致了一个最终的效果，就是这个硅基光子的这个良率非常非常的低。多年的从业者 Mehdi Asghari， 这是一个伊朗人，他跟我提到过一句话，电子制造之中呢，你不用提良率，因为良率都非常非常的高，是 99.9， 后面还跟着无数个9，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良率，大家才能赚上钱。然后在硅基光子的行业中呢，大家也不用提良率，因为大家都知道良率非常非常的差，稍微一个不小心就导致良率整个崩盘。然后这也就导致了为什么硅基光子学的成本迟迟下不来，因为这些非常非常精确的控制的需要，让良率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必须有一个非常需要这种非常快速非常精确的控制的一个，又能同时接受稍微高一点成本的这样一个行业的需要，才能让硅基光子学发展起来。那后来就是怎么发展起来把这个良率给提上去的？行业一点一点的磨合吧。老黄他在硅基光子学并不是最早的，英特尔在这方面真的是非常是行业的先驱，在2000年就开始做，但是老黄为大家找到了一个能让这个技术走进千千万万家的非常好的应用，就是应用在 data center， 应用到 AI 大模型里面，然后真的让这样一个非常高精尖的技术有了它实在的用武之地。那么根据嘉宾的说法，英伟达的光学通信系统技术呢，来自2019年对以色列芯片厂商 Mellanox 公司的收购，而 Mellanox 的这个技术呢，又源自于2013年收购硅光子公司 Kotora。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大概讲了讲 CPU 技术的发展史，和业内从业者对老黄说 CPU 是英伟达发明的这一点的 challenge 这一点挑战。也欢迎如果有硅光子产业的从业人员给我们留言说说你们对这个技术发展的八卦和故事。不过呢，也正是因为黄仁勋看到了 CPU 在 AI 数据中心大规模的应用，才又一次通过市场应用来支持技术的研发，将这个技术呢带到了大众的面前。如果这个 LM 只是一个1000亿级的市场的话，那么老黄根本就不会干着玩这个事儿，这个太贵了。那现在已经到了1万亿级的市场，那老黄说那好了，有钱来了，就跟我之前说800G 有数据仓库是一样的。既然 LM 来了，你的钱给我怼的足够多，那这个世界上反正那个开始也知道这个东西是不违反物理定律的，你只要砸钱砸得够狠，不违反物理定律的事情都是能做成。那虽然 CPU 技术不是英伟达独家的，很多大公司其实都掌握了这个技术但是我们的嘉宾认为呢，英伟达在内部大力推进 CPU 技术整合到生态当中，将 CPU 做到了竞品 roadmap 路线图的数倍用快速的执行和研发效率进一步加深了生态的护城河和壁垒。英伟达在光这块其实投入也很大，就招了很多团队的人，其实从各大公司都挖了不少人来做这一块。它这里会进一步加深这个壁垒，因为做 CPU 这一个其实是有很多做硅光的公司，它可以做那个 module， 但是如果要跟 AI 芯片合在一起做，它其实是一定要找这些大厂，就是 AI 芯片最大的出货量最大的厂去合作，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芯片跟它硅光模块的一个 co-design 的一个问题，所以
比如说其他的那些硅光公司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去找 AMD 或者另外一些做 AI 芯片的。这里面如果英伟达自己都是 in-house 做的话，它其实是有很多的 know-how 和优势，比这个其他公司硅光的跟 AMD 合作，或者是其他公司跟 Cerebras 合作，或者是跟 Groq 去合作，其实是会有很大的优势。好，说完了硅光子学的 CPU 交换机，我们再来说一下英伟达在软件生态上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更新 Dynamo。 那么这被我们的嘉宾认为是英伟达想在推理侧造就的第二个CUDA。Blackwell NVLink 72 with Dynamo is 40 times the performance, AI factory performance of Hopper. And inference is going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loads in the next decade as we scale out AI. 在黄仁勋的 Keynote 期间他宣布在软件方面 NVIDIA 是推出了 NVIDIA Dynamo。这是一款开源的 AI 推理服务软件，被视为是 NVIDIA Triton 推理服务器的接班人，意在简化推理部署和扩展。而它的设计目标也非常的明确，以更高效和更低成本来加速并且扩展 AI 模型的推理部署。那简单来说呢 Dynamo 就像 AI 工厂中的大脑和中枢负责协调成百上千张 GPU 的协同工作，确保呢每一次 AI 模型的推理请求都能用最少的资源、最快的速度得到处理，从而让部署这些模型的企业花更少的钱去办更多的事儿。而这让一些美股分析师认为，如果说 CUDA 是英伟达最强的软件护城河生态，那么 Dynamo 就是英伟达在推理侧想要搭建的第二道护城河。英伟达基本上60%以上的护城河都来自于软件，我觉得。那这一次它出了这个 Dynamo， 其实就相当于是在大模型 AI 领域又再造了一个 CUDA。 为什么呢？就是 Dynamo 就是说它是能给推理降本的，然后它还开源了，这个是相当于是跟 CUDA 的布局是一样的，早期在未来一个新方向上布局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在长线来说，可能是英伟达能再造一个CUDA，那这个对于它的在 AI 这一个领域的护城河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正向的东西。对，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看好的一个。那 Dynamo 带来的最大亮点之一呢，就是大幅度提升了推理性能和资源的利用率，同时降低了单位推理任务的成本。如果我们做一个类比这个 Dynamo 就像一家餐厅的智能调度经理，在忙的时候能够迅速的增派更多的厨师，也就是 GPU 上照，在闲的时候呢，又让多余的厨师休息，不让人力闲置，从而呢做到高效又节约。那根据英伟达官网Dynamo 包含了4项关键的创新来降低推理服务成本，并且改善用户体验。首先呢，就是 GPU 规划器 GPU Planner， 这是一种规划引擎，可以动态的添加和移除 GPU，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从而呢避免 GPU 配置过度或者不足。那么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厨房遇到就餐高峰的时候就去加派厨师人手开新的厨房，而在客人少的时候呢，就关掉部分的厨房。Dynamo希望呢确保 GPU 也不闲着也不堵车，始终在最佳的负载下运行。这样一来呢，每一块 GPU 都能够充分的被利用，集群整体的吞吐量随之提高。那么第二呢，就是智能路由器 Smart Router。那么这是一个具备大语言模型感知能力的路由器，它可以在大型 GPU 集群当中引导请求的流向，从而最大程度减少因为重复或者重叠请求而导致的代价高昂的 GPU 重复计算，来释放出 GPU 资源以响应新的请求。那么这有点像客服中心里面把老客户直接转接给之前服务过他的接线员，因为那位接线员呢已经有客户的记录，可以免去重复询问，更快的给出回答。而 Dynamo 正是利用这种机制将过往推理中产生并且存储在显存里面的所谓知识，在潜在的数千块 GPU 中建立索引映射，那新请求来了就路由到我有相关缓存的 GPU 上，这样一来呢，大量重复的中间计算就被省略，让 GPU 算力主要服务于新的独立请求。那么第三呢，是低延迟通信库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 Library。 那么这个推理优化库支持先进的 GPU 到 GPU 通信，并且简化异构设备之间的复杂数据交换，从而呢加速数据传输。那最后呢，是显存管理器 Memory Manager。这是一种可在不影响用户体验的情况之下，以智能的方式在低成本显存和储存设备上卸载以及重新加载推理数据的引擎。
这类似于把不常用的工具先放进仓库，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留出昂贵的这个工作台空间来给当前最紧要的工作。那么这种分层存储和快速调取的策略呢，让 GPU 显存的利用更高效，推理成本能够随之下降。而有了以上的这些优化路径，黄仁勋想在 AI 逐渐转向推理时代之际，让英伟达依然保持 AI 芯片的霸主地位。根据英伟达的官方数据，在相同数量的 GPU 之下，使用 NVIDIA Hopper 架构的 GPU 去跑 Llama 大模型，在采用 Dynamo 之后的整体推理性能和产生的结果数量直接翻倍。而由 GB200 NVL72 机架组成的大型集群上去运行 DeepSeek R1 模型的时候， Dynamo 让每张 GPU 每秒能够生成的 token 数量呢，提升了超过30倍。他在这条路上走的比其他人越来越远，所以我觉得他传递的 key message 就是我就是要 all in 推理，然后我在推理这条线上，我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个上面，然后让其他人追不上我。我觉得这个是他在我认为他想传递的信息。那么在今年的 Keynote 当中啊，老黄的名言呢也变了。The more you buy, the more you save. It's even better than that. Now the more you buy, the more you make. 那这意味着英伟达的 AI 数据中心呢，已经准备好服务推理侧的客户，帮助客户去省钱提效，也意味着呢，英伟达想在推理侧继续成为算力霸主。好，那以上呢，我们讲完了 Scale Up、Scale Out 和黄仁勋在推理侧带来的最关键的几项更新哈。而要配合这样更大规模集群的建设，相关的数据中心基建和上下游呢，也需要随之更新了。我们再带大家去 GTC 现场看看。那刚才我们说到芯片架构的取名方式更新，代表着黄仁勋对集群生态的强调，而非单芯片。那么相对应的，数据中心中的机架架构呢，也将升级为 Kyber， 通过计算托盘旋转90度，从而实现更高的机架密度。这个是我们未来Kyber Generation， 是未来的下一个 Generation 的 product， 这就是一个72的 GP200， 那这个总共是288个 GPU， 所以有72乘4。除了机架的更新之外呢，整个数据中心的制冷、供电也都需要为新一代的芯片来进行升级。As announced in the keynote, we go to Vera Rubin and Vera Rubin Ultra, and then I think you saw the new solution 288 GPUs on the NVIDIA booth. So our job is to work with NVIDIA, and we work with NVIDIA very closely. I talk to them personally 4 times a week to come up with reference designs like this. Each new generation means more power, more liquid, more cooling capacity. So we're responding to that by making sure that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the pipework, the CDUs scale up to meet that new demand. And this here is an example of that. We've gone from 1 megawatt CDUs to a 2.3 megawatt CDU. And this will be perfect for Vera Rubin Ultra. So this will handle, 600 kilowatts per rack, no problem. And that's just one part of the system. We obviously have to go from chip to air cooling. So we'll take the heat from the servers at the rack level, exchange the heat with the facility circuit with a CDU, the cooling distribution unit, and then reject that heat to the air or the atmosphere through a trim chiller, a cooling tower, a dry cooler, or even a heat pump for using that heat in, reusing that heat in, cities for heating, for example. That's essentially our job. 而对于整个数据中心的基建、电力系统，还有上下游供应链的选题呢，也是我们硅谷101密切关注的话题啊。但因为时长原因呢，我们暂时不展开，之后呢，我们会更加深度的去聊聊这些方向。接下来我们再来试图回答一个另外的关键问题。AI 训练侧英伟达是绝对的霸主地位，这可能毫无疑问哈。但是接下来在 AI 进入推理侧之际， AMD、Groq、谷歌 TPU 还有其他的 ASIC 这些玩家有机会分掉英伟达的蛋糕吗？那么这是业内大家探讨的重要话题。
其实在23年的时候，我们请黄教主到我们华美半导体协会，我当时还 challenge 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做 AI 芯片很多年，我就是说，你们的这个 GPU 的架构，其实在很多应用场景下，它的 efficiency 其实不高嘛。那我们现在很多在做各种定制的 AI 芯片，有做稀疏化的，有基于 RISC-V 的，有基于这种wafer scaling 的这种像 Cerebras 这种大的芯片，然后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我其实问的是这个问题啊。然后老黄说的是大家都有机会，但是你们的机会不大，所以当时大家其实非常好笑。老黄还是非常幽默的，但是大家都有机会，但是机会不大。这个结论呢，目前我聊到的无论是投资人还是芯片领域的人都基本上赞同原因是因为英伟达目前的生态已经太完整，护城河已经太高了，不仅仅是单个 GPU 的性能，而是整个大集群的高效联通以及CUDA软件层面的优化和支持，并且呢，就像我们上面所说到的，英伟达在领先对手的情况下，还在不停的去加固它新的护城河。那比如说大家非常关注的千年老二 AMD 就一直没有能够在 AI GPU 这方面取得突破性的市场份额，在过去的1年它的股价呢也下滑了超过 40%， 归根结底呢还是在软件方面追赶不上英伟达。 MI300 发的时候对标的是英伟达的 H100、H200， 我记得 H100 的内存应该是 80G， 但 MI300 直接是 190G 了，然后英伟达的 B 卡才 190G 啊，就是你看它内存其实很高的，对吧？然后它还便宜，比英伟达便宜 40%， 它这个参数看着都很美。我去测试，这个时候 AMD 的这个实际的性能远低于它写的参数。原因是什么呢？就2个，其一是因为这个AMD 的软件，AMD 的软件叫 ROCm， 就是你实际上你在真的去开发去测试的时候 ，AMD 那个软件让你用的时候就全是 bug， 你根本就跑不通模型，你根本就推不出来。就是 AMD 目前我理解它能做的比较成熟的就是8张卡互联，就是64个卡我应该都没见到过，就8个卡。你看英伟达在27年都要576个卡了，这之间的差距已经没办法去弥补了，就更何况对吧？英伟达有 NVSwitch，AMD 是没有相应的芯片的，就它没有做这个东西，或者说成型的东西没有。AMD 有 NVLink 这个替代的东西，但是它稳定的是 NVLink 的1/2它的效率。然后没有 NVSwitch， 它又做不了集群，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只有这个8个卡。所以我觉得互联差距更大，更赶不上。但是这并不是说 AMD 在一些特定的市场没有机会而这市场的投资人们认为客户们不可能接受一家独大，一定会给予 AMD 和其他芯片厂商一些机会，但是最大的份额在端模型起来之前，可能依然会被英伟达所占据。而至于 ASIC 这样的专用集成电路也会有他们特定的市场，但是也可能占据不了太多英伟达的份额。所以 AMD 在大力推 AI PC， 然后它的 GPU 呢当然也在推，但是它推的话可能也会去跟一些大模型厂商直接合作，就是说某一个大模型在它这个场景下用得很好，然后大家那这个应用场景又非常广，那其实也是有机会的。这种情况下AMD 的 story 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可能再过几年，就是当 C 端的应用大模型的成本已经非常低的时候，端侧的东西都起来了，就是我可能一个电脑我一个 GPU 我也可以去训练大模型或者做 AI 的事情，那这个时候 AMD 就 OK 了呀，就它说白了就是它没有那么高的难度，那我就可以搞了呀。你这么理解，在 GPU 这个领域除了英伟达以外，只有 AMD 配在这个市场上活着，对吧？所以它就能吃那些中长尾的东西嘛，对吧OK， 那其他呢？Raga 呢 ？ASIC 呢？就是他们不配活着吗？对，ASIC。我其实想论证的点是 ASIC 这个东西，它落地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就是它通用性很窄。就是谷歌的那个它做核心的 transistor， 就是做那个晶体管的那个计算的单元，它那个大小是比英伟达要大2倍到4倍的。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啥呢？就是它设计能力的不足嘛，所以它大会怎么样？良率很低。就是谷歌的 TPU 的良率是很低的，90都不到。英伟达的可能是99，背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它量产很难，对吧？就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就是只能 fulfill 大厂1-2个需求。第二呢，就是 ASIC 的核心其实就是我先了解你的业务，对吧？我知道你一个代码怎么写，我根据你这个代码设计我底下的这些
硬件的芯片。当然中间肯定很复杂了，对吧？但大概的思想就是我根据你的业务设计我的芯片嘛。那这个说白了就是我只能在我谷歌的芯片，我只能在谷歌的生产里用；亚马逊的芯片，我只能在亚马逊的生产里用，我出不来。所以就是我觉得未来的推演 ASIC 和这个 GPU， 我觉得他们是共存的。就是英伟达为主，它会 take 绝大部分这个通用的计算需求，然后 ASIC 它可能会 take 一些大厂部分的业务场景。你看谷歌对吧，它有那么多 TPU 对吧，但是它也采购了大量的英伟达的卡呀，因为它那些英伟达的卡是要用到它自己的云上面给客户用的，它的 TPU 只用在训练或者搜索上，它的场景还是比较局限的。所以呢，看起来就像老黄说的，无论在训练侧还是在推理侧，大家都有机会，但是机会不大。那么英伟达呢，不可能吃掉整个算力蛋糕，特别是呢，当我们要进入推理时代，那么越来越多特定环境的应用的需求，越来越多端侧的需求出现的时候呢，市场是足够大，能够容忍多个玩家的。Inference 这边我觉得竞争肯定会更激烈，就如果咱们只从这个算力的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Inference 的竞争会比 Training 这边更激烈。我觉得如果把这个视角放大一点的话，就是我觉得NVIDIA 其实它不是在和AMD 啊，或者在跟 Broadcom、Marvell 这些 ASIC 的公司再去竞争。我觉得它如果视角放大一点，它其实是在和这些云计算的厂商，在跟 Amazon、在跟 Microsoft 去竞争。然后算力是这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子战场。老黄有个策略啊，他可以用他上一代的旧卡让你去做推理，然后他的新一代的新卡用来做训练。那旧卡的它其实是已经有折旧了，对吧？所以折旧的这个旧卡在做推理的场景上，其实是有优势的，就是说它还是可以用旧卡的成本去跟你最新的这个你 AI 芯片公司最新的这个芯片跟系统去竞争然后同时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如果训练跟推理我的软件框架是一致的，那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于我做 software 的这个后面部署的这个成本的降低是有很大的这个优势。所以英伟达会让你去，就是说它有很多的这个打法，它可以去定制这个推理卡，也可以说我在我的产能受限的情况下，我就针对就是训练做这个一直做这种又大又能够 scale out 的这个卡，但是只是这个旧卡用来做推理，新卡可以继续做训练。对，所以英伟达它的这个护城河其实是挺深的。那看上去业内人士们依然对英伟达的护城河和市场优势抱有非常大的信心啊。但同时呢，我们也确实感受到英伟达的股价在最近有受到不少的压力。有美股机构投资人就对我们表示，除了宏观大环境的压力之外呢，像 GPT-5 这样的大模型性能表现依然是接下来会影响市场的重大因素。我们说这么多，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但真的我觉得能够给投资人信心，让投资人都是一帮简单粗暴的人嘛，这个他就是要看到你这个，就大家不要把他们想的太这个 sophisticated， 说白了就是要，我觉得就是 GPT-5 出来了，让大家明显的看到，哎呦，我们这个怼算力还是特别有效，而且确实把这个模型带到了下一个境界，那可能就又都冲回来了。在没有这个之前，我觉得要花好多的教育啊理解，可能才真正的能完，就要么就是英伟达再跳一个台阶，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就是要花相当长一段时间，世界真的理解了英伟达在这个生态链中的这么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股价才会慢慢有它该有的位置啊。我们之前很多期视频也讲过，黄仁勋是一个眼光非常长远的 CEO， 而他在这一次也传递出来了这个重要的信号，就是全生态布局，今后任何一个需要加速计算的领域他都不会错过。让我记忆很深的就是在这一次的演讲当中啊，黄仁勋背后出现的这一排像塔罗牌一样的全生态布局，标题是为每一个产业服务的 CUDA-X， 包括数值计算、计算光刻、5G、6G 信号处理、决策优化、基因测序、医学成像、天气分析、量子计算、量子化学、深度学习、计算机辅助工程、数据科学和处理、物理学等等。那其中量子计算、自动驾驶还有机器人赛道当中的仿真平台和算法呢，也是英伟达目前着重布局的方向哈。那么这几个选题呢，我们之后也会去详细的追踪。但是总的结论就是，黄仁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需要算力的市场。
而他也发出了非常强劲的信号。他说，去年的2024年的 GTC 大会呢，就像一个 rock concert， 一个秀肌肉炫酷的摇滚音乐会。而今年2025年的 GTC 大会呢，是美国橄榄球 Super Bowl 超级碗。因为呢 Super Bowl 号称美国春晚，里面的所有人，包括2个参赛的队伍、广告商、转播商，还有观赛的游客，每个人都是赢家。所以黄仁勋讲的全生态超级碗模式的故事是 NVIDIA is gonna make everyone a winner， 也就是说在英伟达生态中的每个人都是赢家。We have an annual rhythm of roadmaps that has been laid out for you so that you could plan your AI infrastructure. And then we have 3 AI infrastructures we're building. AI infrastructure for the cloud, AI infrastructure for enterprise, and AI infrastructure for robots. 那黄仁勋预测2028年数据中心的支出将会突破1万亿美元，而到那时 AI 生态会如何发展？是否如我们这期节目中嘉宾们预测的那样，英伟达的霸主地位将会持续的保持，而剩下的蛋糕又会有什么样的新机会？以及呢，量子计算、机器人等产业的发展，我们硅谷101也会为大家持续的关注。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们的点赞、留言和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